个老头意外发现了彩票漏洞，于是一口气买了2万张彩票。等电视上公布了中奖号码之后，他和媳妇儿2个人开始核对每张彩票。经过了一宿的仔细查验呢，单单这一期他们就中了67万美金。第二天，当老白去兑奖中心拿着这67万支票，媳妇儿还是一脸的难以置信呢。咱们不是做梦呢吧？这简直也太哇塞了！2个月前呢，老白在咖啡厅看到了一则彩票规则，当奖金池里累计达到200万的时候，若没有人中得6个号码的头等奖，那么这200万就会按比例分给中5个和中4个号码的人。身为研究数学的教授，老白当即抽出纸巾开始计算中奖的概率。经过一系列的复杂计算，老白得出只要一次购买超过800张彩票就能做到稳赚不赔。为了验证自己的推算，老白瞒着媳妇儿取出了自己1个月的退休金，上来就要买2000张彩票。卖彩票的大妈一听，哎呦，这老头脑瓜不让李伟踢了吧？然而等到开奖这一天，老白一张一张的核对彩票，最后发现自己怎么还倒赔了250呢？计算不可能错呀，难道是买的还是不够多啊？想到这儿，老白将剩余的退休金全给取了出来，一口气买了8000张彩票。大妈一看，怎么的？你不过了？你啥家庭啊？果然，这回老白核对完彩票之后，自己居然足足赚了15700块。看来这个方法行啊。于是接下来老白如法炮制，那家伙挣的这个盆满钵满，脑瓜都满呐。家里能藏的地方都被他塞满了钞票，最后实在没处藏了，老白只好向媳妇儿坦白。本以为会被媳妇儿一顿削，谁知媳妇儿听后却说，这么刺激的事儿要是合法的，你这死玩意儿怎么不带我一块儿呢？老白听后高兴嘚儿了，于是一股脑把中的奖金全部取出，带着媳妇儿来到彩票站就想玩把大的。当店员得知老白要买2万张彩票时，2万张那可是要足足打8个小时哟。经过了1天的打印，两口子将2万张彩票抱回了家，接着根据中奖号码2个人核对了一宿，就单单这一期中了67万美金。媳妇儿手握支票说出了俩字儿，刺激。而此时的老白却想到一个更刺激的玩法。顶尖数学教授计算出彩票的漏洞，短短1个月合法中奖100万美金。随后老白成立了一家公司，带着村里的亲朋好友一块买彩票。他让村民们入股，然后自己通过计算买入大量的彩票。随着中奖数额越来越多，整个村的人人都是百万富翁了。接下来呢，为了能够快速购买更多的彩票，老白对着彩票店的老板一通忽悠，成功把老板给忽悠瘸了。有了彩票店老板的加入，彩票机那是每天24个点不停的干彩票啊。看着满满登登几十箱彩票，两口子核对起彩票来，心里那是乐开了花呀！就这样式，老白的彩票越买越多，村民们也都争先恐后的纷纷入股。然而就在村民们梦想着即将成为1000万富翁的时候，2个小子突然闯进了彩票站。我以为什么牛逼的犯罪集团呢，原来是个老年活动中心呢。这俩不知天高地厚的瘪犊子其实是哈佛的高材生，领头的泰勒几个月前也同样算出了彩票的漏洞，然后就召集自己的同学合伙买彩票。但这小子鬼点子心眼子贼多，买彩票自己从来不掏钱，而彩票获得的奖金他却独吞80%。就在他洋洋得意的时候，同伙告诉他，每期奖池里的奖金大部分都被同一个投注站给中走了。于是他们黑进了彩票系统，在查到投注站的地址之后，便过来要会老白他们。老头，我听说你能算出来这个漏洞，说明你数学还行吧？听我一句劝，就此收手滚犊子，别整了。老白一听，好你个小瘪犊子，我在哈佛当教授的时候你还是个细胞呢，麻溜给我滚犊子。老头儿，我的团队可都是哈佛高材生，黑进你们的小账户，黑进你们村的小网络，那都是手拿把掐。所以说彩票这个事儿你拿捏不住，还是让我们年轻人玩吧啊！说完就嘚儿喝的走了。老白听后有些慌了，你这瘪犊子是逼我黑化呢是吧？行，于是立马召开了股东大会，告诉村民公司即将解散。村民们虽有些疑惑，但老白带领村民们买彩票，如今他们个个都是百万富翁，因此村民们尊重老白的决定。然而当下一个开奖日到来，泰勒发现自己中的奖还是很少，而大部分奖金依旧被老白收入囊中。原来老白并没有退出，他在媳妇儿和村民的鼓励下仍继续大量的购买彩票，而泰勒这边的资金根本无法和老白他们抗衡，于是便动起了歪心思。他黑进了彩票中心的系统，然后把奖金池调到了200万，这导致开奖日提前了1周。这一招确实打了老白个措手不及啊！于是老白只身来到了哈佛大学，看到泰勒小人得志的模样，老白没有愤怒，而是充满失望。你认为你是这个房间最聪明的人，但实际上没有这些人你啥也不是。我带领整个村子过上了富足的生活，
而你只会耍小聪明，自己拿80%奖金，却分给你同学2成。在场的年轻人被瞬间点醒，纷纷放下了手中的彩票。不久后，泰勒就因黑进彩票系统的违法操作，被哈厨大学开佛了。没有了竞争对手，老白两口子打算尽快带领村民成为千万富翁。谁知彩票公司发现此类彩票亏损严重，便停止售卖这类彩票，无法带领村民成为千万富翁，让老白有些郁郁寡欢。村民们见状，把两口子抢到村口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老白湿了眼眶。全村的百万富翁都来感谢老白，他们懂得知足和感恩。千万富翁重要吗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够花就行，知足常乐嘛。嘿嘿，这是个真实的故事。老白通过合法购买彩票获利2700万美元，而现实中的他如今已经86岁高龄了，通过买彩票挣来的钱和媳妇过着幸福哇塞的生活。这可真是验证了那句话呀，学好数理化，那走遍天下都不怕。